一觉睡醒，我成了从小走失的豪门千金。豪门父母找上门，抱着我干打雷不下雨。青青，你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啊！爸爸妈妈这就带你回家，我们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。但所谓带我回家，不过因为他们破产在即，又舍不得送养在身边15年的养女去联姻，所以就想出这个拿我去顶缸的好主意。豪门父母虚情假意，鸠占鹊巢的假货，两面三刀。可他们不知道，表面逆来顺受的我，其实是个反社会人格，还揣着神经病的证书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跟往常的每天一样，我正在家坐着，刷着手机嘎嘎乐。一对显然跟我这堪比危房的屋子不搭嘎的中年男女忽然闪亮登场。刚露面，中年女人就扑过来，把我塞进她的波涛汹涌中嚎啕。青青，妈妈可怜的青青啊，有点想掏耳朵，但胳膊被她2条藕节粗细的手臂圈住，一动也动不了。嚎了起码5分钟，女人终于放开了我。别说掉眼泪，她眼圈甚至都没红。不好意思哈，我如愿以偿挖挖耳朵。我认识你们吗？女人一捂嘴，撇开了头。咋的？要吐啊？男人适时上前，搂住女人颤抖的肩膀，哽咽开口：青青，我们是你爸爸妈妈，是爸爸妈妈不好，居然过了这么多年才找到你。青青跟爸爸妈妈回家好不好？我们一定会好好补偿你。至此我才知道，眼前这对男女居然是我失散18年的亲生父母。男的叫顾洛成，女的叫冯美芝。而我，据他们所说，我真正的名字是顾青青。要我说，这名字远不如王二婶给我起的小名惊蛰带劲儿。但思考了整整2秒后，我果断同意了2人的请求。能过好日子，谁要继续朝不保夕？来到新家第1秒起，我脑子里只剩一个想法：不愧是有钱人，瞧这列队欢迎的管家佣人，瞧这金碧辉煌大的能开几条公交线路的房子，瞧这足有2个篮球场大的草坪。就说人还是要有梦想的，我这不就真被天降馅饼砸中了吗？然而还不等我在这馅饼上咬一口，在我踏进那栋活像个古堡的建筑第1步时，一道听起来格外柔弱的哭声猝然响起。紧接着，只觉眼前一花，再回过神来时，就看到一个穿着纯白连衣裙的少女，正扑在冯美芝怀里，哭得抽抽搭搭，瓜子脸、大眼睛、高鼻梁，加上略显苍白的脸色，活脱脱一当代病美人啊！我眼神带着好奇与探究，这个美少女难道是我的姐姐？我妹妹？很快，顾洛成语气颇为感慨地为我解了惑：青青，这是瑶瑶。当年你走失后，爸爸妈妈实在难过，就去福利院领养了瑶瑶。按年龄来说，你还应该喊她一声姐姐才是。亲闺女丢了，不找不说，还直接去福利院领个新孩子回家，这替身梗算是让你们玩明白了。但无所谓，反正我跟他们回来的唯一一个理由，就是想吃饱穿暖。至于这个家，除了我，还有1个或者100个孩子，于我而言都无关紧要。于是，本着友好相处的原则，我回想着之前见过的王二婶跟人问好时的语言动作，微笑着朝我这位所谓的姐姐伸出了手。你好，姐姐，我叫惊蛰。女孩犹疑着伸出了手，正以为第1次见面可以就此圆满结束时，顾瑶瑶忽然像被烫到似的，尖叫着抽回了自己的手。瑶瑶，怎么了？冯美芝惊慌失措地喊起来。顾瑶瑶柔弱无力地靠在他怀里，苍白的小脸上挽起一个强撑的笑。没什么，妈妈，我没事。说话间，
还欲盖弥彰地将跟我握过的手往身后藏去。我才忍不住挑了下眉。他这番刻意又做作的动作，就引起了冯美芝的注意。冯美芝不容置疑地捉过顾瑶瑶的手，在看清她手上挤压清晰的指甲压痕后，立即发出堪称刺耳的尖叫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她转过头来，以跟之前截然相反的凶狠表情盯住我，甚至都懒得问上一句。他已经给我定了罪。顾青青，瑶瑶是你的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伤害她？冯美芝话音刚歇，落后一步的顾洛成也走了过来，没看我一眼，他径直走到那对母女身边，关切地问道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冯美芝眼眶通红，和顾洛成对视，带了几分气急败坏的低吼：“瑶瑶被他弄伤了。”顾瑶瑶娇柔道：“不是的，爸爸，妹妹肯定不是故意的，您千万别和妹妹生气。”就像冯美芝那样，顾洛成也瞬间一脸怒容，朝我瞪来。就这演技，简直称得上是惟妙惟肖，非常值得我学习。从我懂事起，我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太一样，没有任何情绪感知，哪怕面对跳楼自杀，脑壳砸个稀碎，身体变成软绵绵一滩的死人，也可以做到无动于衷。尽管那时候我刚满7岁，作为收养我的人，王二婶当然也发现了我的与众不同，所以大部分时间她会要求我除了上学之外，不要随便出门，更不要轻易跟人发生纠葛或冲突。于是从我记事起，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出门上学外，就是隔着一方铁栏杆，眼神麻木地观察屋子外来来往往的人。这样的生活虽然无聊，但至少还算平静。直到我13岁那年，王二婶死了，被她常年家暴但离不了婚的丈夫活活打死了。因为那个男人想跟我建立不正常男女关系，但王二婶却一直拼死阻拦。那天，我像往常那样，放学后以最快速度回家，可过去总人烟稀少的巷子口，那天却格外的热闹。忽略人们看向我的各色眼神，我拨开人群，缓缓走到了那扇熟悉的锈迹斑斑的防盗门前。接着，我看到睁着眼睛却没有了呼吸，此时正满身淤青血迹，软绵绵仰躺在地上的王二婶，那件从我有记忆起就一直泛黄的睡裙下摆向上撩起，松松垮垮的领口被扯开，撕裂处延绵出无数细软线头，只穿着一条大裤衩，袒露出满身横肉的男人坐在屋子里，惬意地抽着烟，喝着酒，甚至不肯给被他活活打死模样凄惨的妻子盖上一条被单。说实在的，其实直到现在我都搞不懂自己当时是什么心情，只知道看到王二婶尸体时，我的胃好像被一只大掌死死攥住扭动，整个人都变得非常不舒服。然后一个声音忽地从我脑海深处窜了出来，那个有些陌生又有些熟悉的声音对我说：“杀了他，杀了他，你就能变得正常。”于是我亲手杀了那个男人，用王二婶用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那把菜刀，当着所有看热闹的人的面，第一刀就砍在了那个男人脖子上。鲜血喷涌中，我一刀接一刀剁在男人身上，就像之前帮王二婶剁饺子馅那样，给瑶瑶道歉。顾洛成的咆哮打断了我的回忆，嗅了嗅再次浮现鼻尖的血腥味，我舔了下后槽牙，按照他所说的那样，向顾瑶瑶道了歉：“对不起，姐姐，虽然我什么都没做，也不知道你的手背上为什么会有掐痕，但既然爸爸妈妈都说是我的错，那我就应该向你道歉。”大声道完歉，不顾所有人看向我时好像活见鬼的表情，若无其事转向了冯美芝：“妈妈，
我想先回房间休息一会儿，你可以带回去房间吗？也许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，冯美芝并没有亲自带回去房间，只随手指派了一个女佣。对此，我当然没什么不满意，毕竟对我而言，这栋房子里的所有人形有机生物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踏上2楼的最后一步，我捎带手回头瞥了眼还站在客厅的一家3口，恰好对上正偷窥我的顾瑶瑶的视线。她陡然一惊，慌慌张张转开了脸。起初，我以为所谓亲生父母是真的想带我回家补偿我，但就目前情况看来，似乎并不是那样。但无所谓，嗅了嗅始终萦绕在鼻尖的血腥味，我轻轻笑了声。我都忍不住期待起来了。没2天，冯美芝就给我安排好了上学的事情。由于这几年一直住在精神病院，我从13岁之后就再没上过学。当然，他们并不知道这件事，以为我之所以没上学是因为穷。冯美芝拉住我的手，满脸慈祥：“青青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要和瑶瑶一起上学了。开心吗？”我微笑点头，开心，怎么能不开心？这世界上可再没有比小崽子们歇斯底里尖叫更动听的声音了。那年，得亏警察来的还算及时，这才没真让我把那个男人剁成一地肉馅。得益于未成年以及我的精神分裂诊断书，虽然光天化日之下把一个大活人剁碎，但在法庭上，我还是得到了无罪释放的宣判。当然，因为精神病的缘故，我被安排到精神病院治疗了几年。而好巧不巧，顾冯2口子找到我时，我才刚从精神病院出来。汽车稳稳停下，大概是早就受够跟我呼吸同一片空气。顾瑶瑶立刻头也不回地下车，跑到了一群看起来跟她大同小异的女生身边，向司机道过谢。我才慢吞吞下了车，目送汽车驶离。刚回头，就看到以顾瑶瑶为首的那群女生正朝我围拢过来。你就是那个想抢走瑶瑶爸妈和身份的野种。一个扎着高马尾的女生吊起眉毛盯着我，眼神不太友善。我看看她，又转向被这群女生围在中间，正假意阻止高马尾的顾瑶瑶，正对上似曾相识的目光。没记错的话，那个被我剁碎的男人就总这样看王二婶。青青，顾瑶瑶一副委屈样，你应该知道的吧，我不是故意把这件事说出去的。我神态亲昵地望向她，当然，妈妈说我们是亲姐妹，我当然会相信你的呀，姐姐。在顾瑶瑶以及那群女生活见鬼的视线中，我冲他们微微一笑，径直走进校门。怎么办？我已经开始期待校园生活了。重返校园的第1个晚上，预料之中，我被关在了宿舍门外。这群小崽子连整人都没点心意，忍不住笑了声。我抬手敲门，劳驾，帮我开下门。如果你们不想我现在去打扰宿管阿姨的话，哪怕是在这种有钱人遍地走的寄宿学校，宿管阿姨也是小崽子们不想也招惹不起的存在。寂静无声的楼道走中，我听到门内传来的清晰的脚步声。几秒后，一句听来有些瓮声瓮气的威胁隔着门板传了出来：想去找哪个老女人？信不信打到你妈都认不出来你？瞧吧，无论做的事还是说的话，都是老样子。我了然地点点头。好，既然你们坚持要这么做，朝左右看看。目光所及之处，我看到一个摆放在墙角的灭火器，闲逛似的走过去，将灭火器拿起来，返回宿舍门口。未免有什么误会，我得再问一遍，你们是不是真的打定主意不开门了？你个野种，赶紧给老娘有多远滚多远！确认过回答，
掂了掂手中的灭火器，下一秒，我抡圆了胳膊，将灭火器砸到了那扇薄薄的木质门板上。砰！霎时间，木屑飞溅，尖叫四起。晚上10点，我们一整个宿舍的人整整齐齐出现在了教导主任办公室。众口一致下，我成了其他人口中无事生非的暴力狂。不久前还凶神恶煞威胁我的女生，这会儿却像只受了惊的小鹌鹑，哭得梨花带雨，脸上还带着几道被飞溅木屑划开的血口子。是顾青青，她好端端的突然就拿灭火器砸门，她太可怕了。学校怎么能让这种疯子跟我们一起住？今天能砸门，是不是明天就要拿刀子捅我们了？无论教导主任还是班主任，又或者宿管阿姨，此刻的脸色全都铁青一片。尤其是年过半百的教导主任，一双眼球死命地往外凸，好像随时都会从眼眶里蹦出来。胸口则像一只正在呱呱叫的青蛙，不住地上上下下起伏着，反复念叨着：“反了，反了！”顾青青，人证物证都在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吗？我懵懂无知，看向仿佛发了狂的教导主任，在对方暴跳如雷的怒目中，嗫嗫道：“老师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”教导主任眼睛瞪得更大了，班主任和宿管阿姨也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看向我。顾青青，班主任咬牙切齿地扒了下我的肩膀：“不是故意的，你一个女孩子，要真不是故意的，能干出拿灭火器砸门还弄伤同学的混账事，立刻给李牧阳同学道歉。”李牧阳就是那个被划伤了脸的女生，此时她正怒不可遏瞪着我，而且很显然，这个结果并不能让她满意。于是她尖叫起来：“开除！学校必须开除这种危险分子，不然我就告诉我爷爷，让你们全都吃不了兜着走。”顾洛成和冯美芝赶到学校时，已经将近12点。两人是裹着怒气来的。刚进门，顾洛成二话不说就要来抽我巴掌，我当然不能被他打倒，眼疾手快避开了。教导主任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：“顾总、顾太太，顾青青这个孩子，我们学校是教不了了。刚来学校第1天就敢对同学动手，谁知道他以后还能做出什么事？”话音刚落，办公室的门又砰地被撞开，一道身影刮了进来。李牧阳眼睛一亮，瞬间又从趾高气昂变得渲然欲泣。紧接着，一道独属于中年人的怒吼响彻整个办公室：“哪个小贱种敢弄伤老子的闺女？瞧瞧，这才是亲爹给亲女儿撑场子该有的样子！”冲着我气焰格外嚣张的顾洛成见到李牧阳爸爸后，气焰顿时消失无踪，看起来甚至恨不能对着人家卑躬屈膝。“李总，误会，这都是误会。”顾洛成点头哈腰地解释着。冯美芝表情慌乱，嘴巴开合了好几回，却应是没找到插嘴的机会。李牧阳哭得更大声了，他扑进亲爹怀里，愤愤指住我：“就是他，爸爸，就是他砸了宿舍门，还弄伤了我的脸。”男人立马表情阴鸷看向顾洛成：“误会。”顾洛成脸一白，连话都不会说了。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：“废物！”眼见男人又要朝我发难，我率先开了口：“叔叔好，我叫惊蛰，从小流落在外，不久前才把爸爸妈妈带回家。今晚的事情主要是因为李牧阳和另外几位同学反锁了宿舍门，我被逼无奈才拿灭火器去砸门。”说着，我想起刚到顾家那天，顾瑶瑶那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于是有样学样的哽咽道：“楼道那么黑，那么冷，我真的好害怕。
才会做出那么不理智的事情。我会向李牧阳还有其他同学道歉，求叔叔别因为这个为难我爸爸妈妈。反锁门。李先生压低眉心看向李牧阳，看来这个男人大约对自己闺女在学校的所作所为完全不知情啊。见状，李牧阳先是恶狠狠瞪了我一眼，随即才惊慌失措地向男人解释：“不是这样的，爸爸，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？你要相信我呀！”我适时开口，声音带着哭腔，身体也不住地轻颤。对，不是李牧阳同学，是我自己不小心把门反锁的。叔叔，您别跟李牧阳同学生气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顾青青，李牧阳忍无可忍地尖叫起来。可是到如今，在场这些大人又有谁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李先生才再次开口，确实对李牧阳放话：再敢有下一次，你以后就别想再有1毛钱的零花钱。听懂了吗？李牧阳难以置信，看住自己亲爹，对峙几秒，仍旧心有不甘地败下阵来，只能憋着怒火向李先生做出保证。相对的，顾洛成和冯美芝的脸色并没有因为我的解释而缓和多少，但又因为不得不变得和蔼，导致表情甚至多少有些扭曲。冯美芝讪讪道：“青青，你是大孩子了，应该知道爸爸妈妈也有很多迫不得已的苦衷，以后别再跟同学们起冲突了，可以吗？”我看着他们，最终在冯美芝期待的目光中，轻轻点了下头，答应道：“好的，妈妈。”可理想有多丰满，现实就有多骨感。尤其是在顾瑶瑶的撺掇下，李牧阳显然没打算就这么轻易放弃针对我。令人牙酸的声音中，生锈的铁门别人从里面来开，停在外面观察了还没2秒，一道尖酸的话音传来：“怎么不敢进来吗？小野种，还敢当着我的面勾引我爸爸，看我今天不弄死你！”是李牧阳。说话间，2个男生冲出来，一左一右抓住我的胳膊，把我拖了进去。这是一座早已经废弃了不知多久的仓库，再适合不过成为他们教训我的地方。揉了揉被抓到发疼的胳膊，我抬眼看向不远处的几个人：李牧阳、顾瑶瑶，还有几个我叫不上来名字的男女生。余光瞥见仓库一角横七竖八散落的几根钢管，我有些烦躁的心情变得愉悦起来。瞎看什么？李牧阳气势汹汹，刚走到我面前，抬手就要往我脸上挥巴掌，却被我轻而易举挡住了。他发出气急败坏的尖叫：“你们还傻站着干什么？还不滚过来，把这个不要脸的小骚货按住！”在场所有学生，包括顾瑶瑶在内，全都张牙舞爪朝我冲了过来。今年的精神病院可不是白住的。我敏捷地避开那些人伸来的手，得偿所愿，捡起一根钢管，然后冲着第一个跑到我面前男生兜头就是一棍，砰！重击之下，男生捂着淌血的脑袋朝后跌在地上，不断哀嚎。所有人都停下了动作，尤其是顾瑶瑶，看向我的眼神堪称惊恐。我莞尔一笑，握着钢管主动朝他们走去。顾青青、顾瑶瑶后退着大喊：“你疯了吗？你敢动手的话，我绝对会告诉爸妈！”随手打翻又一趁我看向顾瑶瑶，试图冲过来偷袭我的男生。我吹了声口哨，诚心发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是疯子？”顾瑶瑶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，脸色血色逐渐褪去。我大发慈悲提醒她：“另外，我已经说过无数次，我的名字是惊蛰，别再乱给我起名字，可以吗？”没等她回应，我直接冲进人群，酣畅淋漓地挥起了钢管。这些小崽子甚至连逃跑都不会，
面对落下的钢管，还是只会说些不着调的屁话。你敢？你敢？李牧阳惨白着脸，连连后退，结果一个踉跄，跌坐在了地上。他哭得涕泗横流，先是威胁，见我不为所动后，又开始苦苦哀求：求你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发誓，从今往后再也不会针对你了。别打我，求你别打我。为什么要求饶？真是没意思。钢管果断落下，李牧阳闷哼一声，捂着脑袋昏死过去。虽然还没打尽兴，但我知道该停手了。所有学生中，我唯独对顾瑶瑶手下留情，以至于这座散发着腐朽霉味的仓库中，目前只有我和快吓尿了的顾瑶瑶还是清醒状态。我会告诉爸妈，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告诉爸妈。顾青青，你这个神经病，我要让爸妈把你赶出家门。顾瑶瑶蹲在地上，紧紧抱着自己的膝盖，瑟瑟发抖。那张苍白清秀的脸蛋上陷下鼻涕眼泪一大堆，看上去实在有些恶心。有校服衣摆擦掉钢管上的指纹，然后塞进顾瑶瑶手里。下一秒，顾瑶瑶瞳孔地震看向我，我微笑着迎向她的视线。记住，这些人都是你打的，我从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。当然啦，如果不是为了有个替罪羊，我为什么会独独放过他？又一次，顾瑶瑶像被烫到似的松开了手，当啷一声，钢管掉在了地上。我抬眉，那看来你也像跟他们一样。看得出来，顾瑶瑶正在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是当被打晕，以及醒来后不知道会有什么后遗症的受害者，还是替我承担罪名，当一次无法无天的施暴者。我有的是耐心和时间等他做出这个选择。几分钟的死寂过去，顾瑶瑶跪爬在地上，将滚到一旁的钢管捡了起来。非常正确的选择。满意的点点头，琛平出现褶皱的衣服，我准备离开，结果才转身，就听到顾瑶瑶哆哆嗦嗦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过来：顾青青，你难道不想知道爸妈到底为什么会把这样一个接回家吗？问得好，我确实有点好奇。于是我停下脚步，回身抱臂看住他，示意他接着往下说。在顾瑶瑶的讲述中，我对顾洛成和冯美芝有了全新的认识。一对沆瀣一气的狗东西，他们舍不得送我去楚家当个没有自由和尊严的生育机器，但公司的资金链缺口实在太大了，所以才会去把你带回家。顾青青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他们早就找到过你了，可你那时候才失手杀了人。他们不想要一个杀人犯做女儿，才没去和你相认。顾瑶瑶越说越激动，到最后甚至发出了近乎于歇斯底里的尖叫。在他们看来，你就是个只配被拿来换钱的玩意儿。他们根本不爱你，他们爱的只有我，我才是他们的孩子。我耸耸肩，是吗？那可太巧了，我也不爱他们。对我来说，这个糟糕世界中唯一可以称为亲人的人，只有5年前就死掉的王二婶。如果没有她的照顾，恐怕早在走失当天我就已经死掉了。而我的名字惊蛰，就正是她捡到我的日子。还有，我垂眸冷冷睨住顾瑶瑶，有些烦躁道：到底还要我说多少次你才能记住？我他妈的不叫顾青青，我的名字是惊蛰。顾瑶瑶瘦弱的身体猛地一颤，攥住钢管的指尖因为过于用力而泛起白色，似乎没料到他以为的绝杀大招对我来说实在不痛不痒。顾瑶瑶的表情更难看了。顾瑶瑶殴打并导致多个学生昏迷住院的消息，不到半天就席卷了整座学校。越来越多或是亲眼所见，又或者只是道听途说的学生跳出来
说他们目睹了顾瑶瑶昨晚拿着钢管偷溜出仓库。顾洛成和冯美芝几乎要气疯了，毕竟被顾瑶瑶打伤的那些学生，大部分都不是顾家招惹得起的。听去教导主任办公室外偷听的学生说，顾洛成像只疯狗似的，当着所有学生家长的面，对一直被夫妻俩捧在手心的顾瑶瑶好一顿拳打脚踢，直到顾瑶瑶昏死在一片血泊之中，才在冯美芝发狂的尖叫声中停了手。我就知道我的精神病是被遗传来的。不过鉴于顾洛成下手确实狠，还有顾家即将和楚家联姻的消息在前，那些家长虽然依旧气愤，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息事宁人。晚自习上，我拖着下颌朝窗外的浓浓夜色望去，看来这个楚家确实不简单啊。不过敢用我这么个半路认回来的女儿去玩偷梁换柱的把戏，顾洛成和冯美芝难道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？周末，由于顾瑶瑶重伤住院，被司机接回家的人只剩我一个。再次见到顾洛成和冯美芝，这俩人活像一夜之间被人吸干了精气神。尽管如此，鉴于他们还需要拿我去换钱，只能强撑着对我笑脸相迎。青青回来了。挂着快掉到下巴的黑眼圈，笑得比哭还难看的冯美芝走到我面前，我点点头，将书包摘下来交给佣人。继而被冯美芝揽着肩膀带去客厅坐下。青青啊，冯美芝轻声细语地说着，爸爸妈妈明天晚上要去见一个老朋友，你和我们一起去好不好呀？老朋友，该不会是楚家人吧？那必须得去啊！我顺从地答应下来，随后就被满腹烦心事的夫妻俩赶回了房间。翌日整整一天，夫妻俩甚至没在我面前提起顾瑶瑶一个字，我只好主动询问，并且尽量显得自己是真的在关心她。爸爸妈妈，我是不是该去医院看看姐姐？上一秒还不知道为什么有说有笑的夫妻俩，在我说出姐姐这两个字后，脸色立刻不约而同变得漆黑一片，忍下想要挑眉的冲动，我怯生生望住他们。几秒后，冯美芝深吸一口气，用尽量和婉的语气对我说，青青，爸爸妈妈也很想去看望瑶瑶，但医生说在她住院期需要静养。心底嗤笑一声，我没再多问，只乖巧地笑笑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所谓亲情不过如此。晚上8点，在冯美芝一番精心装扮后，我被夫妻俩带进了一间看上去很是高档的会所。出来迎接我们的人是一个穿着西装，表情冷淡到甚至有点鄙视的男人，一如所有人目前对我的定位。他用审视商品的目光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个遍，最终露出个意味不明的笑容，挪开了视线。顾总，顾太太，这边请。像是得到什么承诺，顾洛成和冯美芝冷不丁地松了口气，然后拉着我紧跟在男人身后往会所深处走去。经过一段长长的走廊，我们停在一扇金属门外面。说实话，这门上面的雕花有点浮夸。男人敲了敲门，一道发闷的声音穿过门进来，随后男人推开了面前紧闭的金属门。灯光不算明亮的房间内，一老一少2个男人坐在沙发上，并且人手一支雪茄。直到跟在男人身后走进去，我才发现顾洛成和冯美芝还站在门外整理自己的仪容。男人再次用那种暗含鄙夷的目光看向了我，看来顾小姐已经非常迫不及待了，没敢让里面的人等太久。顾洛成和冯美芝很快也走了进来，和以往总是高高在上的模样不同，现在的他们看上去有些局促。沉默中，
老人率先出声：“顾总、顾太太，又见面了。”与此同时，坐在旁边单人沙发上的年轻人忽地笑了一声。我视线飘过去，看到了对方脸上显而易见的讥诮，差点没忍住翻个白眼。顾洛成紧张地往前挪了几步：“楚老先生，这就是我和美芝的女儿青青。”说着，他没轻没重地搡了下我的肩膀，催促道：“青青，叫人叫什么？怎么叫？倒是给我个准话啊！”心里这样腹诽着，表面上还是给足了顾洛成面子。楚老先生好。半张脸藏在暗处的老人视线一寸寸从我身上掠过，片刻发出一声带着满意的笑声：“不错，这个孩子果然比那个漂亮得多。这笔买卖成了，钱明天就会划到你的账上。现在二位可以走了。”“是，那我和美芝就不打扰楚老先生和楚少爷了。”顾洛成点头哈腰着向后退去。至于化了整整2小时妆，挑了足足1小时衣服的冯美芝，从头到尾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大门关上，房间里只剩下了我和坐在沙发上的一老一少。“孩子，过来坐。”老人冲我招招手，笑容和蔼到有些诡异。年轻人扫了我一眼，不动声色地移开了目光，然后他站起身：“爷爷，那我先出去了。”却被老人拦下：“不用，反正我这副身子骨也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你在这里等着就行。”年轻人的脸扭曲了一瞬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当作什么都没发生一般，坐回了沙发上。事已至此，别说我只是个疯子，哪怕是个傻子，都听懂了这2个玩意儿的言外之意。祖孙俩可真够恶心的。见我站在原地不动，或许以为我是被吓傻了。老东西站起来，拄着拐棍朝我走来，随后他那只布满老人斑的、干瘦到像是枯枝的手搂住了我袒露在空气中的肩膀。“来，好孩子，跟爷爷去那边说话。”直到这时我才发现，房间隐在黑暗的另一半里，居然还摆着张床。感受到老东西那只手在我肩膀上来回摩挲，我忍了再忍，才没直接吐在他脸上。搂着我在床边坐下，老东西随手将拐棍立在旁边。昏黄的灯光下，他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泛出让我胃部不适且非常想要呕吐的神色。那只满布老人斑的手再次朝我伸来，但这一次他的目标显然是我的脸。他嘴巴开合，啰啰嗦嗦地唠叨着：“顾洛成和冯美芝上辈子积了德，才能生出你这么漂亮的女孩。你这种年轻又漂亮的女孩，生来就该用来给我们楚家生儿育女。孩子，你知道能给我生孩子是多少女人几辈子都求不来的福气吗？只有一条，必须生男孩，听到了吗？”忍不了了，闭了闭眼，我抄起那只不知道什么木头制成的拐棍，狠狠地用尽全力砸在了老东西的脑袋上。“生你妈！这福气给你，你要不要？”“爷爷！”年轻人听到动静冲进来时，我正跨坐在已经昏死过去的老东西身上，一下又一下将拐杖的把手砸在那张老脸上，直到被年轻人掀翻在地，我才发现老东西的那张不堪入目的老脸已经被我砸了个稀烂，人估计也没气儿了。贱人！不久前脸上还只有鄙夷表情的年轻人，整张脸已经彻底扭曲。他表情狰狞地盯住我，眼底满地红血丝。“贱人，你怎么敢？”将额前的碎发撩起，我镇定自若，跟这个气急败坏的年轻人对视，缓缓彻底个微笑：“拜托，我对这种老东西可没兴趣，你要喜欢，那就送给你喽。”年轻人的脸更加扭曲了：“贱货，我他妈弄死你！”对方咆哮着朝我扑了过来，我就地一滚，滚出了他的攻击范围，所幸
拐杖还在手里。我反手一棍子砸在他后脑勺上，呸！一对儿脏心烂肺的畜生玩意儿！我今天就是来替天行道的。我行！不等他说完话，我又一拐杖砸下去，扑街吧，崔仔！年轻人就是比老年人结实，挨了少说20下砸，居然还挣扎着想爬起来，并且学聪明不少，知道呼救了，救命啊！一脸血趴在地上，声嘶力竭的小畜生，活像只待宰的猪。或许那扇金属门的隔音太好，直到这小畜生也快被我锤断气。急促的敲门声姗姗来迟，依旧是刚刚那个男人。少爷，出什么事了？大约是因为敲了10来秒没得到回应，男人最终选择了破门而入。当他终于冲进来时，看到的正是那一老一少2个畜生，死猪似的趴在地上，一个早就彻底没了呼吸，另一个也已经进气儿比出气儿少。老爷，少爷，淡定的模样消失不见。男人瞪大眼，带着他那双因为惊恐而不断震颤的眼珠，大步流星冲到2个畜生身边。而此时我已经坐在了窗户大敞的窗台上，哼着小曲儿，欣赏着窗外被霓虹铺满的夜景。是你？男人面目狰狞，就要冲过来跟我决一死战，竖起食指立在唇前。嘘，别激动，赶紧到120吧，再晚几分钟，那个小的也要没命了哦。你说什么？就像被忽然掐住了脖子。男人的脸瞬间变得比茄子都紫，他硬生生止住朝我冲来的脚步，以几乎把自己脖子扭断的力道回头看向那个趴在地上的小畜生。你！男人咬牙切齿，你等着，楚家人不会放过你。我耸耸肩，朝身后望了一眼，2楼安全的高度，只要你们找得到我，那就尽管来报复吧。话音落下，我向后一仰，飞速朝着地面坠去。凌晨3点，我一瘸一拐回了家。对，就是顾洛成和冯美芝找到我时，我所在的那座堪比危房的房子。没办法，比起好日子，还是小命更重要。我可不认为楚家人会在报复我的时候使用正义的手段。那2个畜生的所作所为，足以揭示楚家的毫无底线。脱掉碍事的晚礼服，踢掉扎脚的高跟鞋，统统扔进火盆，付之一炬。果然，比起有钱人的生活方式，我还是更习惯之前那种无拘无束、自由自在。搓掉脸上层层叠叠的化妆品，端详了好一会儿镜子里素面朝天的脸。该说不说，我长得确实不错。蒙头睡了个大觉。第2天，我换回自己的打满补丁的衣服，双手揣兜出门觅食。听说了吗？城南那个豪门顾家，昨天半夜突然着了大火。等消防队把火扑灭的时候，那对夫妻都被烧成黑炭了。刚开始网上还有人发了照片，那个吓人哦！卧槽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不过听说他们的独生女当时还在住院，好悬逃过了一劫。你说说，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？临了也带不去阎王殿。这时说话的人瞥见了我，紧接着都露出了一副活见鬼的表情。几人表情先是一僵，之后其中一个欲盖弥彰似的干巴巴问我：惊蛰呀，你前段时间不是被亲生爸妈带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撇了下嘴，若无其事道：知道我有精神病，人家不想要我了呗。王二婶生前再三告诫过我，哪怕我有精神病，也不能轻易告诉别人我做过什么坏事。这么多年，除了剁碎害死他的杂种，我做的所有事，天上地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哦，不对，之前在学校干的那档子事儿，那些学生仔也知道。不行，得想个办法
让那些小崽子再也开不了口才行。那惊蛰，你往后就回咱们这边住了。又一道身影打断了我的思路，我飞快点了下头，走进路边一家馄饨店。老板娘，2碗馄饨，1屉小笼包。饿死了！从到顾家开始，我就每一天能吃饱。吃上香喷喷的小笼包时，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。我决定不去找那些学生仔灭口了，反正吃过一次教训后，他们应该也不敢乱说什么。如果非要来找茬，那就到时候再说吧。周围的议论声变低了，但我依旧听得到。不过没关系，反正我从小到大早听惯了别人对我的议论，只要不提王二婶那茬，大家就都还是好邻居。吃饱喝足，从馄饨店出来，我抻了个懒腰，打着哈欠朝家走去。身后传来断断续续的话音，要是没记错，惊蛰那亲生父母好像就是烧死的顾家2口子吧？对，我那天也见着了，就是那俩人。像是想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，众人噤声一瞬。我插着兜继续往前走，随即又听到有人说：“难道是惊蛰？这丫头从小就有点邪性，当年那姓刘的可是她当着咱们的面弄死的呀！”嘘，别乱说，那丫头疯起来六亲不认，我可不想招惹她。行了，姓刘的王八蛋也是活该，提他干什么？不够晦气的。那你们说到底是不是？闭嘴吧你！是什么事？反正这事儿说到底也跟咱们没关系，别多管闲事啊。就是，这事儿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反正死的那几个，无一不是死有余辜的垃圾而已，只一点麻烦。我暴躁地搓头，又得开始自己想办法赚钱了。妈的，烦死了！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